大淫贼，居然敢欺负我家三姨妹，你这是找死！淫贼！大姐夫，昨天有蒙面人抓我，幸亏这位薛公子救了我。在薛平贵将落水的王宝钏救上岸后，无处可去的他只能将其带至山洞。不巧此时下起了瓢泼大雨，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让王宝钏深感害怕。看来这场雨要下到天明才会停了。那不如小姐在这边休息吧。我别无他意，你放心，我会守在洞口。转眼就到了第二天，薛平贵为了证明自己是正人君子，当即就要用着一根木棒牵着从未走过山路的王宝钏下山。可是到了一条小河旁边之时，宝钏当即就被吓得挪不动脚步了。此时的薛平贵也看出了他的小心思，于是当即就提出了背他过桥的建议。小姐，虽然呢我读书不多，不过圣贤的书我也读过1、2本，我也知道男女授受不亲，但是环顾四野无人，应该没人会看到。如果姑娘不介意的话，允许我背你下山吗？背我下去？正所谓男女搭配，干活不累。没过多久，二人就顺利通过了小桥。可薛平贵却迟迟不肯放其下来，甚至他还很是享受这一段幸福的时光。公子，可以把我放下来了，放这儿就可以了。此时的二人四目相对，好像有一肚子的话想要和对方说。你先说。谢谢你。不客气。就在这时，远处传来的呼喊声打断了他们二人。原来正是自己的大姐夫和二姐夫正在寻找他。二姐夫看到王宝钏和薛平贵待在一起，当即就命人把他抓了起来。王宝钏见状，急忙向大姐夫解释了一番。大姐夫闻讯，赶忙上前制止。这位壮士，感谢你救了相国的3000金。薛平贵这才知道，原来自己是救了一位富婆。为了报答他的救命之恩，大姐夫便邀请他去相府上一坐，而薛平贵却以要请郎中给父亲看病为由拒绝了他。王宝钏见状，连忙拿出自己随身携带的金钗送给了他，希望他治好父亲的病后，带着这个金钗去相府找他，也好让自己好好报答他的救命之恩。薛平贵听了这些话后，不禁害羞了起来，同时他也迟迟不肯收下金钗。哎呀，薛公子，你就收下吧，这是我们家小姐的一番心意呀，又不是让你拿去变卖，是要你留作纪念而已嘛。小林。与此同时，长安城内热闹非凡，丐帮帮主葛大正率领着众人在表演才艺，百姓也都是目不转睛。而此时的西凉第一勇士凌霄和代战公主正在暗中侦察大唐军情，不料二人却被2位乞丐给盯上。二位大爷，大爷，可怜可怜吧，给点钱吧。谢谢啊！别碰我！怎么这样？我们走。不料这却是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这一幕恰巧被薛平贵看见。2位，钱包是你们的吧？是我的，谢谢。看你们是乞丐，可怜你们。没想到你们居然还偷！薛平贵挺身而出，与凌霄展开了一场热血澎湃的搏斗。这位公子，多谢帮忙。城里人多复杂，要小心看好你们的财物。二人可谓是不打不相识，同时还因此成就了今后的一段姻缘。你们干嘛打我？你居然敢冒犯相府的3000金！我没有。你还说没有？你和他待了1整晚，我不信你没有侵犯他。我真的没有啊！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。薛平贵很快就来到了长安城内，就在他找好了大夫准备回去为父亲治病时，却在街上遇到了保安队队长魏豹。魏豹一眼就认出了这是昨天破坏自己好事的人。魏豹眼看自己绑上富婆的梦就这么破灭了，当即就将薛平贵带到郊外暴打了一顿。可薛平贵到现在也不知道自己因何被打。你们干嘛打我？你居然敢冒犯相府的3000金！我没有。你还说没有？你和他待了1整晚，我不信你没有侵犯他。我真的没有啊！好不容易抓住机会的魏豹可管不了那么多，他当即就准备送薛平贵去见黑白无常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凌霄和代战公主赶了过来。此时的二人都是见义勇为，彰显英雄本色，两人均是绝顶高手，3下5除2的便摆平了这些小蝼蚁们。二人看着昏迷不醒的薛平贵，当即就把他带至了一处破庙，将其安顿好后就准备离开。奇怪，
我心里竟然对他有点不舍的感觉。在二人离开后，庙中就进来了2个人，二人正是之前偷戴战钱包的乞丐。二人今天没讨到钱，此时也是一肚子气，当即就要出手收拾薛平贵，可却被帮主葛大拦了下来，随后便询问他们为何要打人。2人就将今天所发生的事讲了出来。我们是乞丐，不能偷，不能抢。我告诉过你们，我们是乞丐，是要饭的。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清白白。薛平贵醒来后和他们进行了简单的交流，然后就要起身离开，但由于他身负重伤，根本无法走路。而几人见他这么孝顺，便决定用担架护送他回去。至于请大夫的事情，葛青倒是很愿意帮他父亲看病。我们可是有帮规的，而且我们还有祖传丐帮的灵药，什么疑难杂症都能医。葛青的医术也算是一流，在薛浩服下药后，没过多久就将毒血给咳了出来。薛平贵一家人对他们很是感激，可老天却向他们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。就在薛平贵送丐帮的人回城时，魏豹竟然带人追踪到了他们家里。你们是谁啊？薛平贵呢？你们找我大哥干嘛？哦，原来他是你大哥。原来我儿子进城，就是你们几个下手把他打伤了。之前没有杀了他，今天就是来斩草除根的。上！此时的薛浩并未痊愈，他根本不是这些人的对手。很快，薛浩便被歹徒刺中心脏，薛琦也被打昏带走了。抓了他妹妹，就不怕他不出现。哼！上床啊！我跟他上什么床？哎呀，小姐，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。要是让相爷和夫人看到他们2个，那小姐你就会有麻烦的。时间紧迫，就这样决定吧。是啊，快点，走吧。快！凌霄和代战公主此时正在打探军情，可不料却被官兵们发现了。在打斗的途中，代战不慎被官兵射中了一箭。凌霄见状，当即表示自己先拖住官兵，让代战先行离开，等下在城门口会合。可缘分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，在逃跑时，代战刚好碰到了薛平贵。你受伤了？有人追杀我！薛平贵听后，当即就要带他去诊所疗伤。可不巧的是，又碰上了魏虎正在巡逻抓奸。正所谓人在倒霉的时候，简直是喝凉水都塞牙缝。此时的薛平贵和代战2人误打误撞逃到了王府里面。这时王宝钏和丫鬟在花园里散步时碰见了2人，王宝钏当即就将他们带进自己的绣楼里。代战看着这房间装修得如此富丽堂皇，心中不免充满了醋意，话里话外都在试探着他们2人的关系。哎呀，兄弟，你受伤了就少说2句。你怎么会这么讲啊？薛公子他曾经救了我才跟他认识的。就在这时候，小莲跑过来告诉王宝钏，相爷和夫人都过来看他了。大家听后顿时就变得不知所措。薛公子，不如这样吧，你呢带着你的朋友上床躲一下。上床？我跟他上什么床？哎呀，小姐，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。要是让相爷和夫人看到他们2个，那小姐你就会有麻烦的。时间紧迫，就这样决定吧。是啊，快点，走吧。快！此时堂堂的西凉公主竟然被强行拉到了床上，与薛平贵一同躲进了被窝里。然此时的薛平贵并不知道她是个女孩，直接就趴在了她的身上，这可把公主给尴尬死了。可她又不得不委曲求全。此时夫人很不放心王宝钏的安危，非要陪着她一起过夜。这儿呀，夫人，你们还是回去休息吧，有小莲陪我就好了。是啊。好吧，夫人，既然宝钏都这么说了，我看外面有苏龙、魏虎巡逻着，不会有什么大的事情的，我们就先回去休息吧。幸好相爷夫妇没有发现他们的异常，于是就放心的离开了。小莲连忙叫他们起床，逃离了此地。可他却忘了问薛平贵所住何处。当王宝钏回来时，薛平贵也早已走远。他失望地看着小莲，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到自己的心爱之人。离开相府后，薛平贵就将受伤的公主带到了破庙里，让葛青帮其疗伤。至于出城的事，在和帮主葛大商量后，当即便决定明早再议。